好，欢迎来到银铃智慧。今天这期内容可能会颠覆您对日常饮食的认知。有没有发现，最近站起来变得有点吃力，走个几步腿就觉得发软没劲，甚至穿袜子提菜篮子都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。很多人会说，哎呀，年纪大了嘛，正常了。但您知道吗？这不只是老化的问题，更可能是肌肉正在悄悄地流失。医学上有个词叫做肌少症，意思是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肌肉在一点一点减少。50岁以后，每年流失1%到2%的肌肉是常态。如果不注意，几年下来，整个人就会变得无力，容易跌倒，连生活自理都变困难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种慢慢把我们体力偷走的过程，有时候不是因为不运动、没睡好，而是吃错了东西。是的，很多我们每天吃的东西看起来没问题，吃起来也习惯了，但其实它们正在默默地伤害我们的肌肉、关节，还让血糖、血脂悄悄升高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5种吃出肌少症的元凶，其中有些您天天都在吃，尤其是第一种，大多数人早餐就少不了，但它正在悄悄伤害您的肌肉。早晨起床，阳光洒进厨房，许多人习惯烤几片白吐司，冲杯咖啡，甚至再加点果酱、饼干，觉得是轻松营养的一餐。但这一份看似无害的早餐，其实是肌肉的隐形敌人。午餐来碗白饭，下午再来几块苏打饼干垫垫肚子，这些食物几乎占据了我们一整天的饮食比例。但问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，这些白色食物，白吐司、白饭、饼干、糕点，营养已经被磨掉了大半。它们没有什么纤维，也几乎没有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只剩下容易快速被吸收的精致淀粉。您吃下去以后，血糖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下冲上去，接着胰岛素猛然分泌，把血糖压下来。过了一阵又饿了，又想吃。这种高冲高落的循环，不但让我们越来越依赖甜食、点心，还会让身体长期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。更糟的是，它会阻碍肌肉吸收营养。即使您有吃蛋白质，有吃肉，因为血糖不稳，身体也无力把这些营养送到肌肉去修复与生长。时间一长，肌肉就像漏水的水桶，越存越少，而身体的脂肪却偷偷囤积起来，结果就是体重变重，体力却越来越差。而且吃这些精致碳水太多，还会让胆固醇、三酸甘油脂上升，糖尿病风险也增加。所以第一种食物，我们建议减少白吐司、白饭、甜饼干的频率，可以改吃糙米饭、地瓜、全麦面包或燕麦粥。这些天然主食保留了纤维，吸收较慢，能让血糖比较稳定，也能更有效地提供肌肉养分。说到这，您可能会想，那配着这些主食的饮料是不是也得注意？特别是很多人早餐喜欢来一杯果汁，觉得健康又营养。但下一种隐藏杀手，就是我们每天喝的心安理得的果汁。说完的白面包，接下来我们要留意的是很多人以为很健康的果汁。早上来一杯橙汁，中午喝点苹果汁，晚餐再搭配点综合果蔬饮，您是不是也觉得这是在补充维生素？其实果汁的最大问题是去掉了最关键的东西——纤维。您知道吗？一杯果汁通常需要3到4颗水果来榨成，但它只留下糖分，把膳食纤维、果胶这些对血糖有帮助的成分全去掉了。没有纤维帮忙，糖分就会很快进入血液，导致血糖飙升，胰岛素快速分泌。这时候身体忙着降血糖，就顾不上修复维持肌肉，反而会分解肌肉来帮您稳定血糖。尤其是糖尿病前期的朋友，这种果糖冲击更容易引起胰岛素阻抗，让肌肉加速流失，整个人越来越没劲。不仅如此，果汁还会导致肝脏负担增加，引发脂肪肝，影响代谢，更间接影响肌肉的合成与修复。如果您习惯喝果汁，
不妨从明天开始改为吃整颗水果，慢慢咀嚼，让糖分吸收得更平稳。这样不仅护血糖，也保住肌肉。刚才我们聊到了果汁对肌肉的影响，不少朋友可能会想，那我早餐不喝果汁了，换个蛋白质来源行吧？于是有人转向了火腿、香肠、腊肉这些看似营养的加工肉品，方便、美味、下饭，几乎成了不少家庭冰箱里的常客。但问题就在这里，这些看起来有营养的肉类，其实正是肌肉流失的幕后黑手之一。火腿、培根、香肠、腊肉这类加工肉通常为了延长保鲜，会加入大量的防腐剂、亚硝酸盐、磷酸盐，还有高钠盐分。这些成分虽然能保持食物颜色鲜亮、口感好，但吃进身体里对血管和肌肉都不是好事。首先是亚硝酸盐，这种成分会在体内转化为亚硝胺，长期摄入不仅可能提高癌症风险，还会增加身体慢性发炎的机会。而发炎正是肌肉萎缩最常见的加速器之一。再来是高钠，吃太咸容易导致水分流失，肾脏负担加重，还会让血压升高，影响血液循环。当血流无法顺畅把营养送到肌肉，肌肉自然也吃不饱，长久下来就像树根吸不到水，慢慢干枯无力。别忘了，加工肉类通常脂肪也高，尤其是饱和脂肪，吃多了不只容易肥胖，还会导致胰岛素阻抗，让身体更难利用摄入的蛋白质修补肌肉。换句话说，您吃的是肉，结果养的是脂肪，伤的却是肌肉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可这类肉很方便啊，加热就能吃。确实方便，但方便的背后可能是肌肉质量一年年下降，走路开始吃力，上楼容易喘，手脚也没以前有劲儿了。不过替代方案也很简单，把火腿、香肠换成新鲜的肉类，例如鸡胸肉、瘦牛肉、虾仁，加点简单调味，用清蒸、水煮、煎烤的方式料理，既能保留蛋白质，又减少添加物和脂肪摄入。或是试试豆腐、黄豆、黑豆这类植物性蛋白，营养丰富，负担也小得多。您会发现，餐桌上的一个小改变，就能为您的腿脚多留住几分力量。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一种大家天天都说健康，却容易吃错方式的绿叶蔬菜——菠菜。刚才我们讲到，加工肉会在不知不觉中让肌肉悄悄流失，而很多人为了吃得健康，早上来一杯蔬果绿拿铁，或者中午吃上一大份生菜沙拉，以为这样能补充营养，促进代谢。其中最常出现的一种绿叶菜就是菠菜，但您可能没想到，菠菜如果吃法不对，也可能让腿脚越来越没力。为什么？关键就在草酸。菠菜含有丰富的草酸，草酸这个东西本身无害，但它会和钙、镁这些重要的矿物质结合，变成不容易被身体吸收的草酸钙、草酸镁。一旦长期摄取过多草酸，钙和镁就像被锁住了一样，肌肉得不到足够的营养，慢慢就出现抽筋、发软、无力的问题。更严重的是，草酸还可能累积在体内，增加肾脏负担，甚至形成肾结石。尤其对本身肾功能较弱的朋友，吃太多生菠菜，等于是给肾上加压。另外，还有一项许多人不知道的影响，草酸也会阻碍身体合成 ATP。ATP 是什么？它是肌肉活动的能量货币。当 ATP 生成不足，您会觉得特别容易累，走路一小段就腿酸，或一蹲下再站起来时觉得吃力。那该怎么办呢？菠菜就不能吃了吗？不是的，重点是吃对方式。只要在烹调前用热水烫煮一下，草酸就能大幅减少70%以上，这样吃起来就不会影响矿物质吸收。另外，也别每天都只吃菠菜，可以轮流吃羽衣甘蓝、西洋菜等其他深绿叶菜，既能分散草酸摄取，又增加营养多样性。注意吃法，才能让这些好蔬菜真的为我们添力，而不是耗力。说完吃的，我们再来看喝的。有一种饮品看起来提神醒脑，但若喝错了时间或喝太多，也可能对肌肉造成伤害。您是不是每天早上习惯一杯黑咖啡，
或者3合1速溶咖啡当早餐，感觉提神暖胃，还能通一通。但事实上，空腹或大量喝咖啡，可能正是让您腿脚没力、手脚抽筋的幕后原因。咖啡的第一大问题是利尿作用，喝完咖啡不久，总会频繁跑厕所，这是因为咖啡中的咖啡因会刺激肾脏排水，但水分流失的同时，也带走了身体里的钙和镁。这些矿物质本来是用来稳定肌肉收缩、预防抽筋的，一旦流失，就容易出现脚抽筋、手发抖、肌肉酸痛的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它会提升皮质醇，也就是压力荷尔蒙。尤其是空腹喝咖啡时，血糖波动加上皮质醇飙升，身体会启动一种紧急反应模式，开始分解肌肉蛋白来提供能量。久而久之，肌肉质量就这样一点一点被吃掉了。更麻烦的是，如果您有喝咖啡的习惯，却又常常睡不好、早醒或浅眠，很可能就是咖啡在作祟。咖啡因的作用可能持续8小时以上，哪怕下午3点喝的，晚上睡眠都可能受到影响。而睡不好就无法进行深层修复，肌肉的恢复与生长自然也会变得缓慢。那该怎么喝比较好呢？建议是尽量在早餐后喝，不空腹饮用。控制量，每天1到2杯为宜。下午3点后尽量不要再摄取咖啡因。若您对咖啡特别敏感，可以改喝低咖啡因的麦茶、玄米茶或洋甘菊花茶，既温和又不会打扰睡眠，还能帮助放松、舒缓紧张情绪。想补钙的朋友也可以适量喝点无糖豆浆或黑芝麻糊，搭配绿叶菜或坚果，补回咖啡带走的营养。咖啡是好东西，但关键在于怎么喝，什么时候喝。喝对了是提神帮手，喝错了可能悄悄偷走您的体力。刚才我们讲了5种会偷走肌肉的常见食物，您可能会问，肌肉流失难道只是腿脚没力而已吗？其实不止这样，肌肉的多寡跟我们体内的血糖、血脂控制息息相关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肌肉其实是全身调节血糖最重要的器官之一，比起胰脏、肝脏，甚至还更关键。为什么？因为肌肉是我们身体储存葡萄糖的最大仓库。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，血糖升高，胰岛素就会帮忙把这些糖分送进肌肉细胞里储存或利用。但如果肌肉量太少，就等于仓库不够大，多余的血糖没地方去，就只能在血液里打转。这时候胰岛素就得分泌更多，久而久之，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会越来越差，也就是所谓的胰岛素阻抗。这正是很多人控制血糖越来越吃力的原因。吃不多，要吃很多，血糖还是高高低低，根源其实在于肌肉不够用了。不止如此，肌肉减少也会让我们的基础代谢下降，身体变得省电，吃一点点就容易囤积成脂肪，血脂自然也会受到影响，像是3酸甘油脂升高、好胆固醇偏低，这些都是因为身体代谢效率下降，长期下来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所以说，吃对东西，保住肌肉，不仅是为了腿力、体力，更是预防糖尿病、高血脂的关键一步。肌肉是支撑我们健康的沉默英雄，一旦减少，不只是脚软，更可能全身亮红灯。所以聪明吃，吃得对，是帮助肌肉，也是在保护自己不被慢性病拖垮。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了5种最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偷走肌肉的食物：精致白面包和白米饭、果汁饮品、加工肉类、生食菠菜、空腹或过量的咖啡。它们听起来都很普通，有些甚至被认为是健康的，但如果吃法不对，吃得太多，就可能让我们肌肉悄悄流失，身体慢慢变弱。好消息是，我们不需要立刻全部戒掉，只要从每天的一餐一饮中做出一点点调整，就能让身体逐步恢复平衡，找回活力。以下是我们今天的3不3要实用建议，简单好记，天天都能做到。3不：1. 不吃太多精致碳水，像白面包、甜饼干。2. 不靠果汁来补营养，尤其是早餐空腹喝。3.
不吃太多加工肉，像香肠、腊肉、火腿。3要：一要均衡摄取蛋白质，鸡蛋、豆腐、鱼类都是好来源。2要把绿叶蔬菜烫过再吃，减少草酸，营养更好吸收。3要有规律作息与适量运动，促进肌肉合成，增强体力。每天一点改变，坚持下去，肌肉会慢慢强壮回来，糖尿、血脂也会跟着稳定。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我们无法阻止老化，但可以决定怎么老。饮食、运动、睡眠，就是我们最好的保健3宝。如果您喜欢这类健康知识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银铃智慧，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收到更新。也欢迎您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，您平时最常吃的食物是哪一种？有没有发现今天提到的5种食物，其实您也常常吃？您的分享也能帮助更多朋友一起养好身体。我们下期见，祝您健康、平安、活力满满。